你是不是也认识这样的人？他们的朋友圈像一片荒芜的数字废墟，没有自拍，没有聚餐打卡，没有深夜的情绪崩溃，甚至连一条3天可见的横线都懒得施舍。在这必须拼命制造动静，用点赞数来确认自己还活着的时代，他们简直是个异类，算法捕捉不到他们，社交雷达对他们失效，他们像幽灵一样冷冷地前行在喧嚣的电子霓虹之下。大多数人怎么看他们？这人肯定很自卑吧，长得不好看才不发自拍，或者是生活太惨，连装点门面的素材都没有。但这恰恰是平庸者最可笑的傲慢与偏见。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已经被这名叫社交媒体的巨大谎言深度洗脑了。心理学给出的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冷酷且反直觉。那些在网上假装自己不存在的人，他们的心理结构可能比屏幕前疯狂刷新存在感的你要强大得多。心理学上的第一个硬核解释叫做高阶的领地意识，也就是隐私优先于曝光度。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你在朋友圈发个定位，晒一顿晚餐，甚至抱怨一句天气，你真正在交易的到底是什么？是社交货币吗？不，你是在交出自己心理数据的控制权。那些绝不发朋友圈的人，绝不是什么社交恐惧症患者，更不是自闭，他们是一群拥有顶级反侦查能力的数字极简主义者。在这个算法比你亲妈还了解你的楚门世界里，所有人都像中了蛊一样，主动拨开自己的生活，任由几百个熟人、半熟人，甚至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拿着放大镜来评头论足。每一次点赞都是一次微型的心理入侵，每一条留言都是对你情绪边界的试探。反而这群隐身人，他们清醒地知道任何被公开展示的东西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曲解与消费。他们拒绝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电子谈资，更拒绝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变成社交平台上廉价的流量燃料。他们像守护最珍贵的宝藏一样，死死守住自己的心理边界，不分享、不炫耀、不解释。在这全员暴露狂的时代，能够忍住倾诉欲，把秘密咽进肚子里，把生活折叠在暗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防御。他们用沉默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墙，将所有窥探的目光冷酷地挡在了高墙之外。心理学的第二个深度洞察，直指人性的虚弱面。问那些在网络上几乎销声匿迹的人，往往拥有极高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他们不需要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是谁。你观察过那些每天狂轰乱炸发动态的人吗？一杯廉价的咖啡要找10个角度，一次普通的加班要配上800字的感悟。心理学把这叫做存在评价员人格。但那些社交网络上的隐身人截然不同，他们构建了一个极其强悍的内部评价员，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目标和生活状态有着如同磐石般稳固的确信感。这种确信感不需要几百个赛博好友来背书。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去哪、在做什么、有什么价值时，外部世界的喧哗就变成了异常无关痛痒的背景音。他们不需要用精修的照片来伪装快乐，不需要用刻意的文案来打造人设，因为他们知道真实的生活那是不需要证明的。试图证明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不自信。当他们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我完全收回到我到底在经历什么时，他们就完成了心理层面最彻底的进化。不需要掌声，不需要注视，他们独自在没有聚光灯的暗处活成了一只千军万马。心理学的第3把手术刀要剖开的是自尊的真伪。为什么有些人一天不发动态，就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忘了？因为他们拥有的是脆弱的高自尊。这种自尊像是一个漏气的气球，必须不断通过别人的吹捧
点赞和关注来充气，否则瞬间就会干瘪。他们在数字橱窗里精心陈列自己，本质上是一种乞讨关注，乞讨认同。而那些朋友圈半年可见且仅有一条横线的人，他们具备的是极其罕见的安全型自尊。安全型自尊意味着他们深深相信自己生来就完整，不需要通过展示什么来证明我很不错。所以你觉得他们不发朋友圈是因为生活无聊？错，他们正在经历另一种极度高级的状态——主动社交剥离。这不是被动的被边缘化，而是主动拔掉身上那些吸血的社交触手。你知道经营一个光鲜亮丽的朋友圈人设有多消耗精神能量吗？你要修图，要想文案，要计算发布时间，还要时刻盯着有没有人回复。这是一种极其隐蔽却致命的精神内耗，而隐身人看透了这种消耗战，他们切断了这些无效的能量外流，把注意力像激光一样100%聚焦在现实世界。他们去赚钱，去读书，去深度建立真实而私密的关系。当大多数人还在虚拟空间里为几个冰冷的红心沾沾自喜时，他们早已在无人知晓的现实深渊里默默完成了阶层的跨越和自我堡垒的封顶。心理学的最后一个残酷揭秘是关于社交网络最核心的毒药——社会比较理论。为什么刷完朋友圈你经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和焦虑？因为你在拿自己鸡毛蒜皮的真实日常去对比别人精心修饰过的高光时刻。朋友圈本质上是一个极度失真的决斗场，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最优越的滤镜、最昂贵的晚餐、最完美的伴侣。当你被迫卷入这种无休止的孔雀开屏比赛时，你的心理防线就会被一点点撕碎。但那些从不发照片，像个数字幽灵一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能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彻底看透了这个游戏的虚伪本质。他们知道，在这个名为比较的绞肉机里，没有人是赢家。今天你晒了一辆车，明天就有人晒一套房；你炫耀了升职，就有人炫耀创业套现。只要你在牌桌上，就永远有比你底牌更好的人。而隐身人的策略不是在牌桌上出老千，而是直接先翻了牌桌。他们用绝对的沉默完成了对整个数字幻觉的降维打击。而当所有人都深陷在互相攀比的泥潭中，互相撕咬、互相嫉妒时，他们站在高处，冷冷地看着这场荒诞的戏剧。他们不嫉妒，因为他们知道一切皆是滤镜；他们不炫耀，因为他们不需要用虚假的繁荣来掩盖内心的荒芜。他们选择了最顶级的心理特权，不被比较，也不去比较。在喧嚣的地狱里，他们为自己赢得了绝对的平静。所以下次再看到那个朋友圈永远是一条横线，从来不发任何动态的人，请收起你那套他一定过得很惨，他是不是社交恐惧的可笑判断。他们不是弱者，他们是这片赛博深渊里真正的掌局者。在这个只有拼命尖叫、必须被看见才算存在的喧嚣世界里，选择不被看见，甚至主动抹除自己的痕迹，才是最顶级的心理特权。他们不被那串冰冷的代码裹挟，不为那几个廉价的点赞折腰。他们是极其清醒的旁观者，是自我意志的绝对掌控者。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活过，因为他们正在现实的暗处，比任何人都活得热烈且真实。他们不需要被看见，因为他们早已看透了一切。如果你也看透了这场荒诞的数字游戏，或者你正渴望建立这种坚不可摧的内部秩序，点个订阅。在这个频道，我们不看别人怎么表演生活，我们只解剖人性最深处的真相，